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粉丝齐喊倒闭，他笑说不可能。丁禹兮凭啥把塌房变加分项？一场塌房奇观。内娱最近最魔幻的一幕，不是哪家爱豆翻车，而是粉丝在演唱会上齐声高喊工作室倒闭了。而站在台上的那个人笑着接了一句：“我早就猜到了，不可能。”这事儿发生在2026年7月19日，丁禹兮成都演唱会，四面台上灯光打下来，底下18000人喊得震天响，他没慌，没躲，没让保安清场，反而像接住一个老朋友的玩笑一样，四两拨千斤的化解了。这不是塌房，这是内娱从未见过的一种透明化矛盾处理。别的艺人遇到这种场面，要么发律师函，要么删评论，要么工作室连夜发声明切割。丁禹兮倒好，自己站出来当了那个接梗的人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粉丝骂的是团队，他却把这件事变成了一场双向奔赴的名场面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别的艺人怕塌房怕得要死，他却能把塌房变成加分项？这背后藏着一套什么样的逻辑？我把它叫做真诚经济学。重新定义塌房，透明化矛盾为何反而加固信任？先说清楚一件事，粉丝喊倒闭了，不是要脱粉，恰恰是因为太在乎了。根据粉丝在社交平台上集中反馈的内容，他们的不满指向的是工作室长期以来的多项问题：宣发物料被限流且缺乏应对，资源规划中被质疑牺牲艺人权益，对合作团队审核不严，问题物料反复出现却得不到根本解决。这些诉求不是一天才有的，是积压了许久的爱之深责之切。换成别的团队，大概率的操作是什么？捂盖子、删帖、发一纸冷冰冰的声明，说感谢关注，我们会改进。然后呢？然后继续捂，继续删，继续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丁禹兮偏偏不，他在现场亲口接梗，不回避，不甩锅，不让粉丝觉得自己的声音被吞掉了。这种处理方式的本质是什么？是把矛盾公开化、娱乐化，让粉丝从被动的消费者变成了被看见的共建者。你想想看，当一个艺人敢让你在几万人面前骂他的团队，还笑着说不可能倒闭的时候，你反而会觉得这个人是真的把我当自己人。信任这个东西，从来不是靠完美人设维持的，完美的东西一戳就破，反而是敢让你看见不完美的人，才能让人真正放下戒心。丁禹兮用一句俏皮话，把一场可能演变成公关危机的事件，变成了粉丝和艺人之间的默契暗号。这不是高情商，这是一种选择。选择不演，真诚的成本账本，亏本买卖如何变成印钞机？如果说接梗是态度，那接下来这些事就是真金白银的投入。2026年7月8日，司公令杀青。按照行业惯例，杀青了该粉丝给偶像应援，对吧？丁禹兮反过来了，自掏腰包安排了800架无人机在横店夜空升空，拼出角色明照癌，剧中台词、粉丝专属暗号表情包、海棠花图案，甚至还有一只发光鲸鱼和丘比特之箭。整片天空被粉丝形容为巨型情书。800架无人机是什么概念？这不是嘴上说说感谢支持，这是把真金白银烧成了光。再说演唱会，成都站2场共22742张门票，采用强实名制购票，人脸识别加身份证核验双重机制，黄牛根本没法大量囤票。更狠的是，在7月12日，团队把黄牛渠道高价录入的前排邀请函给收了回来。7月14日3开，16日4开，粉丝可以用原价买到好位置。什么意思？宁肯少赚黄牛那笔天价差价，
也不把票塞给黄牛。你去看看现在内娱有多少场演唱会，打着秒庆的旗号，现场却冷冷清清，黄牛在手里捏着高价票发抖。丁禹兮直接把桌子掀了，你要玩饥饿营销？对不起，我不跟你玩。还有那些细节，四面台设计让他整场不停转身，被网友戏称全自动旋转八音盒。29首曲目全开麦演唱，散场后逐个打电话给粉丝致谢，亲手做粉丝专属手机和电脑壁纸，不是工作室代劳，是他自己做的。有粉丝在社交平台上写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说的特别准。比起溢价票多不多来吹牛，我为了能拿到原价票，费尽心机去现场，才更有意义。这些行为短期看是亏本，长期看呢，是把粉丝从流量数据变成了情感资产。当一个人愿意把成本花在人身上，而不是花在数据上的时候，回报是什么？是22742张票秒空，是78.3万人标记想看，是供需比超过30:1的真实热度。真诚不是不计成本，而是把成本花对了地方。人设的黄昏，内娱旧玩法的穷途末路。现在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，看看整个行业，内娱主流的流量运营模式是什么？饥饿营销制造稀缺感，数据造假营造虚假繁荣，人设包装掩盖真实自我，一套组合拳打下来，短期数据好看，长期呢？一旦人设被戳穿，信任崩塌的速度远比建立快得多。你见过多少顶流昨天还万人空巷，今天就墙倒众人推？因为他们卖的从来不是自己，是一个精心搭建的幻象。幻象碎了，什么都不剩。丁禹兮的阳谋为什么让同行坐立不安？因为他不藏着掖着，所有的真诚都摆在明面上。无人机是真的飞了，票是真的原价卖了，壁纸是真的自己做了，电话是真的打了。你没法复制，因为你复制不了真；你也没法攻击，因为他根本没在演。这套打法还在往更大的方向延伸。2026年，他连续2年受邀参加春晚，用本名丁周杰出席 COP30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，并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发言。南部档案角色热度指数突破1万，6度登上在播男演员角色热度日冠。成都演唱会期间，还联合金牛区50多家商家推出票根权益，持票可以免费参观博物馆、酒店打折、餐饮优惠。一场演唱会能活络一个地区的文化旅游消费，这不是粉丝经济，这是以商业方式重新构建的信任经济。当观众越来越聪明，信息越来越透明的时候，装的成本将远远高于真的成本。这不是趋势，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。真诚是本能还是最高级的营销？所以最后抛一个问题出来，丁禹兮的真诚到底是发自内心的本能，还是一种更高明的商业策略？如果是真心，那说明在一个人人都在演的行业里，真诚本身就是最稀缺的竞争力。你不需要设计人设，你只需要做自己，而做自己这件事反而成了最大的差异化。如果是策划，那就更有意思了，说明真诚已经进化成了一种可以被设计、被执行、被量化的商业模型。内娱将进入一个真诚内卷的时代，每个人都要证明自己是真的，而证明本身又会变成新的表演。这2种可能性同时存在，而且可能同时为真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无论答案是哪一种，丁禹兮已经用22742张票、800架无人机，一句不可能证明了一个道理：在一个人人都在演戏的行业里，敢不演的人反而成了最大的变量。有人还在玩泥巴，有人已经造出了航母。你觉得真诚可以被策划吗？评论区聊聊。